家好，又是艾德，不是一个俏皮，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看了标题，再看我身后辆这一辆就不用多介绍了，它是一辆 BMW， 不是，是 Toyota Supra。Toyota Supra 呢来到了第5代了啦，这一辆它代号为 A90 的，之前有 A50开始第1代 A60、70、80，很多人呢还是会停留在巅峰的80、90年代那个 2JZ 的 Supra。很多人说这辆已经没有 JDM 的味道了，我们来去试一下。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 ，Let's go。这辆车我觉得大家应该在整个 YouTube 来讲都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的啦。这边今天就会有一些法国车，还有一些 gang， 我们的 gang 这样子会上山啦。今天，但是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 给大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Toyota Supra 的这个侧色底盘呢是来自于 BMW 的 Z4， 很多东西是来自于 BMW。前面这个刹车盘呢，还有刹车卡钳呢都是 BMW， 连它的 nut 都是 BMW， 牙箱是 ZF， 是就是由 Toyota 来做那一个程序上面的调教的。这辆车是一个日规版的。它是一个 Recon 车，车主用了大概350千啊买回来这辆车的啦。由这个钥匙开始哦，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 BMW 嘛 ，G Series 那一种嘛，放这了一个 Toyota logo。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有无钥匙启动的。打开门有一个无边框的门，就从这一块开始吧。如果你们熟悉 G20 3 Series 的话，这一块熟悉吧？这个 button 熟悉吧？左右调整有 JBL 的影响哈，在日本来讲，很多东西可以选配的啦。座椅呢就真的很 BMW， 你看这两个 memory seat 是不是像 F30 那种的 BMW， 然后 BMW， 这个 touch sensor 也是 BMW， 这个挡挂呢就很像来自于 BMW 的，一模一样啊。然后这一整块啊 iDrive 后面就有2粒喇叭，通往去后面这里有一个 bar， 所以呢就没有后面的座椅，只有2个座位而已啦。这个方向盘也很明显来自于 BMW， 这些按键啊，仪表呢就是专为 GR Supra 作为设计的一个仪表。那我们来打造一下这一个引擎。哇，它的原装已经是有那一个 bubble sound 啊，很好听。这个直列6缸的3.0公升，车主还加了室内的气氛灯呢。大概上个月就触碰了一下，在一个小区里面随便试驾一下哈，没想到今天终于有的试驾它了。我很多东西都不用去介绍太多，你知道吗？因为已经是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的哈。自动雨刷、自动头灯，还有这个就是来自于 G Series 的车头灯的按键。我们打开一下车头灯。我们来踩一下油啊！现在是 Sport 的啦哈。通话系统关闭 ，Safety System 开，是那些应该可能自动刹车啦 ，Auto Start Stop 关，自动手刹。
没有的开扶手啦，就有2个洞可以顶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小镜子，真的很小颗嘞，喂 bro。可是就视野角度呢是不是很好的？因为这个 A 柱比较宽阔一点，它的玻璃很小个，所以驾这辆车就很有超跑的感觉。这辆车的开口呢会比 GT86来的小啊，所以我每次上下车会有一点小困难，包括车主也是一样，拉2下 BMW style。打油盖哈。这辆车的轮圈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大概是3根手指的高度啦。前面是255 35ZR19，用着 Michelin PSS 的轮胎，前面有4活塞刹车卡钳是用着 BMW 一模一样的，你看那个形状就知道了。虽然还没有 M 的那个字在上面啦，尤其是这辆车是后轮驱动的关系啦，后面的轮胎会更加宽大一点，还是一样 Michelin Pilot Super Sport 的轮胎，275 35ZR19在后面，大的新加坡刹车卡钳，它刹车底也是洗别打一下。这辆车呢，其实不用介绍太多，一个字就够了，就是美。尤其是在屁股这一边，本身的设计就有一个小小的小压尾，但是车主加了 carbon fiber 的压尾。要打开后尾箱的话呢，就除了在里面打开之外，只能用钥匙哦，没有 touchpad。那开口呢，就真的是蛮小的啦，但是它里面的空间算蛮大一下的，我估计大概有300公升。还有一个小手把。这辆车的尾灯真的是很帅气的，旁边就是皮革包覆，中间就是那种阿坎塔拉的，这里很像 BMW， 可是上面呢就很像 GR Yaris 啊 GR Corolla 的那种设计哈。里面都有咖啡了，这里后面做了一个切割，换体做出来，好像 R8那一种旁边哈进风口，但是其实这个一点进风口都没有。它的引擎是长过后尾的，感觉上整个很像超跑，只要是它的引擎长过后尾就很好看。走来到 Supra 呢，严格来说有3副引擎的，它有一副代号为 V48的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其实那个是来自于320i 啊、330i 都会看到那一副引擎的。这个就是 V48、V58，你看到那个长度吗？看到吗3.0公升有2副啦，它代号为 B58。我在 VPK 还看到呢，就是 B58 30C、B58 3001、B58 30M1，它的分别可能它动力输出这样子啦。所以这辆车是 B58 B30C 的，在这个 GR Supra 的网站呢，它有分 RZ、SZR 还有 SZ， 所以它是3.0公升直列6缸 Twin Scroll 双涡流的 Turbo 引擎，它配载的8速的 ZF 的变速箱，马力为呢387匹马力，还有500个牛顿米，车主改了Arma-Speed 的 Intake System， 这辆车主即将会做出一些改装了，比如说它的 Exhaust System 已经来这了 ，KW Suspension 啊，等等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它 Stage 2了之后呢，我再做一期视频给大家看，真的很漂亮。它的这个前脸，我不懂怎么去形容这个美啊，就买这辆车的话呢，我其实很像在买一个艺术品这样啊，看这里好像有切线这样鼓起来，上面那边又鼓起来这样子。话不多说了，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 走一次。所以 default 就是 Sport 哈，就是车主 Chris， 你好，哎，你好，谢谢你让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这辆车哈，它有一个 hidden menu 啦，你 hold 住它，hold 住它10秒啊，你一直 hold 它有东西弹出来的时候你才 ，OK， 过后你按到它去unlock 一下，再下，OK， 再 hold。哦，它好像 BMW 好像也是有这样 hidden menu 的，我的是20，按它20，过后再按 hold 住它。哦 ，OK， 过后就再下temperature， 再 hold。每次上车都要做这个动作，很麻烦。哦，这个就是 coolant temp、oil temp 了啦，所以不能 scroll up down 啊，不能就这样子吧。Let's go， 我们上来就是很习惯的那种 BMW 了的，其实就是在它的那个档挂啊，它的这个整个操作啊，就是你有驾过 BMW 的，你就肯定会去懂了它怎样驾咯。所以这辆车呢，一上手的时候，它就是 Sport 了的，所以它就可以经过这个 button 来切换，就是 normal 啦。微微的听到那一种6缸的声音就是不一样。我先关掉这个 Sport 前面呢就有一辆2.0公升的 Turbo V48，就是很出名的网红 Supra 啦。Daily Drive 你觉得 OK 吗 ？OK 啊，那个视野，我觉得好像感觉到那个头很长没有什么安全感，然后车太低了，感觉有一点不太习惯。还好啦，有一点 highlight， 什么鬼声音啊？嘟嘟。哇，这个声音真的是好听。难怪这么多人讲它是一个 comfort car 啦，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弹跳，好像那种 JDM 的感觉啊。没有啊，
我们通常看到那些 JDM 在马路上就是那个跳一下弹一下，跳一下弹一下，这个就没有。它感觉上就是你们有驾过 FK8或者18寸的感觉吗？它大概就是这样哎。有点这要靠右边。没那么。OK， 我们来问一下 Chris 啊，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买这个 Supra 呢？其实你之前有看过什么车啊？这样子吗？其实，我是要找2门车了。OK， 应该是去年啊，还是前2年这样子啦。啊，一路都是想2门车的，所以那时就想到奥迪哦 ，TTRS 哦。哦。啊，过后就有一天就去洗车咯，过后就看到我车尾有一架车很傻咯，就看到Supra 之前有研究啊，没有想到真车是第一次看到真车啦。就看哇，这个车就开始去研究这架车了，过后再 compare with TTRS， 都还是选了这架了。我就觉得它的样子真的是一出来的时候很 sexy 啊，到现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其实是对 Mark IV 啊那个Supra 上一代的反而 GTR 我就不是很喜欢啊，本身啊，不懂啊，这辆车一出了之后变成 R35，好像没有怎样了哦。我个人呢都是比较偏向于这辆车，而且它的整个舒适性，我觉得还是比 GTR R35舒服的。比如说它的车包啊，GTR R35的车包对我来说是真的没有这么好啊。So stop， 你做 daily drive 是没有问题了。所以你拿 daily drive 这辆车啊？现在了。哦，所以你是打什么油哦？这个97。哦 ，all the way 97啊，97。想知道一下打满的话要多少litre哎？这架52，它的 tank 52litre啊，没有试过空了，一般加2天就打一轮了。哦，大概半缸你就打了。半缸就打了。哎呦，这个 sport， 你来日常生活驾可以没？不可以吧？可以啊。我觉得它放毛摩摩车机比较好驾一点，要不然还一直 hold 着那个牙给它。哇，整个悬挂系统真的是蛮舒服的，它会比我们日常生活车会有路感一点点，会弹跳。可是它弹跳的来呢，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讲啦，有一点像真的是在驾欧系车的感觉咯，它不像以前我们的 JDM 死硬邦邦跳，它跳得来，它有那种阻尼感，它律真的是很欧系车的感觉。就在 highway， 如果你加上我刚刚去马六甲回来，on the way 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快140、160你就 feel 到那个跳了。哦 ，OK， 就这样子是有那些 adaptive suspension 的啦。有。你跟着 sport 的话，它会跟着 in， 然后它还可以调 individual mode 的这辆车。对。哇，这辆车我很喜欢它的声音那种6缸，它可以在引擎室里面传出来给我们这些 cockpit 里面微听到这种声音是蛮。OK， 那伟鸿啊，后来我给他们过先，哇，全部石头弹过来，谢了，做了 BBF 了。其实它的 ZF Gearbox 我真的是没有的挑剔我很喜欢 BMW 的 ZF， 在很多 AT 里面呢，真的是我可以把它排在第1名啊。AT 啦，不要讲 DCT、BDK 那些不要讲，跟它就真的是排在第1名。很 responsive， 它有一个好，它比 BMW 好，就是它有显示它的那个几号牙，在第1那边。BMW 就是要做那个BMW M 才有如果是那种普通的3 Series 那种要做 XHP 的里面才会有。我很好奇，就是这架车它 come with 那个什么ACC Adaptive Control。哦 ，OK 啊，对，我看到有啊。有。所以在 highway 就跟了，所以可以做 daily car 了，没有问题。我换了，如果改了 suspension 那些，就是要再看一下了。你是买了 KW 还是什么吗 ？KW V3 exhausting 了 ，intake 放了。他们就是没有在看后面啦就有时候左边各右3慢，我们什么鬼？糟糕咯！哎呦 ，Hello。其实这辆车它不会让我在 highway 那种 gap 的时候，我会怕看到底还是不会耶。它不会太跳那种，太跳的话就很怕了。
隔音效果我可以讲不错哎，这样子的可以。隔音一流，一流啊！对2个门的车来讲。他根本没有在看呢，他 no bug，this is no bug。哇，这个车随随便便个车没有问题啊，这个太好了。8速的 AT， 其实我 daily drive 是 Sport Mode 的。哇，是吗？我试看啊。suspension 会跳一点。不会啊，诶，没有分别了，我觉得硬一点点。硬少少，对咯，会有分秒一点点啦。所以当你讲 comfort 车的时候，我有一点不是很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了。听讲它的这辆车会有后面那个 LSD 哈，它会好像特地在你过弯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一点点，不要把它 lock 死啊，所以它就没有这样爱甩尾哦，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它跟 Z4 的性格就是在于它这样子没有这样爱甩尾。虽然是一样的，你试一试你就懂了。我不懂哎，你试一试就懂。所以你试过上山了吧？搬山哦。哦，搬山了啊。这个普通都甩尾了。Oh no！ 可能打压跟 suspension 的问题了。加起来就是很 BMW 对了，它油门的反应啊，就是我很喜欢 BMW 的油门，它很直接的，你给到1%它就给到你1%，2%就2%，所以它油门是很精准。那方向盘是蛮精准的啦，就是我摆动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都很直接啊 ，direct。可是它不会像 GR86，不是 GR86 啦，我是讲 GT86 啊，它给到你就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它做到整个重量啊，它的那一个精准度就1:1的那个go kart 啦，真的。这个方向盘偏向于一点点的舒适，它少了一个就是那个 BMW 调那个，好像因为我最近开了一个 M4 嘛，它可以调 suspension、steering、牙，还有什么engine response， 没有，可以分开调了 M1、M2 啊。就一个这样而已了哈。这个 safety system 就是它的自动刹车。我现在这个就全部 on， 我是 custom 了。custom 就是有 on off 这样啊。还有 memory 的嘛，这些。有 memory 的。哇，这个好啊，这个好，不用上车每次按哦。不像 Merc 这样。是咯。因为我是加W206嘛。哇，新款的了。这个过半我比那家还有信心。really？ 那个很出了名了。我这个的油门的反应在 Sport 的呢，你看我一踩刹车，它就给我降档；我一踩多一点点的油门，它知道我想要超车，它就直接立马帮我降档。那种 response 真的无可挑剔哦。You hear that？ 又降档了。EFO， 嗨，sexy。这边的话要做0到100的测试了啦，我就把 AC 关掉。呼呼。上车给拖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头痛？头痛。对啊，0到100。What the fuck？Oh my god！ 还没改。快啊，真的快，真的快，不是开玩笑的。Oh my god！ 哇，我没有做 launch control 的话，它都可以冲得这么快。还有手动模式啊 ，manual mode， 它就马上给你看到一个大个，我在6号档踩 ，IC NSX。NSX。哇，今天这样刚好给我们遇到很多 Supercar man。我给他们过先了，我怕，哎呦 ，so sorry， 我又没有车，你知道吗？其实像这种双门车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喜欢跟一般那些 Supercar 还是这些经典的车上山是特别的爽，特别的舒服。所以当你拥有这个车在不同的领域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有不同的享受哈。对啊，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嘛。谁的 blow 声这么大声？
哇，那个 NSX 拿来跑云顶都很舍得一下，是整个million在手上了。有钱都买不到啊。我这辆车我可以快，怎么呢？因为保险有赔，有赔很多钱。可是 Supra 那个 NSX 呢，我不相信它有超过100千哦。我关掉 AC 了，难怪没有人了。它会有微微那种bubble sound在后面啊，这个是原装而已哦，都有这样子。可是有一个很缺点哦，aircon 吹着我的手会冷是哦，没有人调了哦，其实。这样车容易上手哎，不是难驾的，不难驾哦，对 ，M4 我就那天那个难，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整辆车很爆哦，可能很暴力的关系吧，stay 速，然后加上它的整个底盘的感觉就可能比较跳，所以你不敢踩快。这种比较舒服的话，那个要有信心一点。我看到2.0 Supra 来了，很快2.0是。给他过。嗨，今天的 video 有很多美车看，bro。哇，这个幸好有做 PPF 啊，不然就是跟这些车的后面轮胎。OK， 我们来测试一下的反应哦。现在哇160了耶，没有看到什么对。OK。停。Oh my god！ 哦 ，What the hell？ EK 啊？看不出。EK 啊 ？Oh my god, man！ 哇！哦，黄色的也没有看错。顶都没有掉了。OK， 我们来。你换了那个 Armor Speed 哦，的 intake 哦 ，Armor intake。这辆车我根本是在忙着驾车，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给什么评语。我都讲过了，这辆车我不用评语太多了，因为会买这辆车的有钱人啊，管你去评语这辆车，他喜欢就是喜欢。啊，像我这种没钱的人呢，就会多评语啊。没，讲笑啦，这就你喜欢你就会买，不喜欢你喜欢就买。你在讲 BM 咯？可是真心来讲啊，这辆车我真的是喜欢。现在我感觉到，应该我未来我的dream car就是这一辆哦，真的是我会想要拥有啊这样子。M4 就还好，可以啦。M4 太爆啊，不。M4 就 S 的引擎，这是 B 的引擎啊，都是同样个3.0公升，可是莫名其妙这辆的引擎的那个扭力比较高一点。哦，然后它的声音完全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个 Inline 6就没有这么像这个有收在一个鼓那种厚沉沉的感觉，它就比较 flat， 普通 BMW 的声音。NSX Bro。漂亮。它有 six spot 哦，劳力多也没办法，它真的不需要踩多油的。白山过弯。可以耶，这辆车可以，很定哎，超定的。你看我之前驾 M4 我没有这样快，原因就是第一就是它的 suspension 比较硬啦，然后它比较晃一点那个车。第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rim 20寸，然后它是原装 BBS， 然后它30多钱的 rim， 我就20寸，很薄啊 rim， 它的胎压是30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车
This is Supra。应该 Z4 给不到这样子的感觉，跳出来不一样。Z4 它应该会比较顽皮，我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吧。这样车会很定，所以你迟一点你会换 rim 嘛？迟一点看了先。哦，所以你还是会现在轮圈跟你的胎压会留着先啊。留着先。所以你之后会用什么胎压这样子啊？可能 semi stick 那些会吗？看到时候还是 daily 没有了。哦 ，OK， 明白。其实我驾车不快了。驾车不快了。驾车真的不快，偶尔这样玩下罢了。这个通常驾到这种车呢，我有点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讲不快不快，其实他们私底下真的很快。谦虚，然后谦虚。所以我们说了，做事要高调啊，做人就要低调一点。会快了。有这种 rev match 的声音 ，best。哇，今天吃鸡喽 ，bro， 吃鸡喽，这么多劲的车。皮，它不会自己拉的哈，那个手刹。OK， 非常感谢 Chris，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你看那个 aircon 吹到我手机冷哦，不是在这边哦，它就刚好，之后它就是没有办法，你除非你调旁边，然后你自己没得吹了，所以就是 oil temp、coolant temp 94，oil temp 105了咯。哇哦，我很久没有试过这样热闹上山了。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Supra 冲上云霄，赶快订阅哦。我们拜拜。